住进布达拉宫，我是雪域最大的王；流浪在拉萨街头，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。这首诗的作者是仓央嘉措，他出生在1683年，刚好是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第2年。这个时间巧合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。他被认定为了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。布达拉宫里发生了巨大变故，但独揽大权的帝斯桑杰嘉措封锁了消息，一瞒就是15年。直到1697年，康熙皇帝在平定准噶尔叛乱时，偶然从战俘那里听说，五世达赖喇嘛其实早就去世了。他非常生气，降旨严厉责问桑杰嘉措。桑杰嘉措一边向皇帝认错，说是按照五世达赖喇嘛的遗愿办的，一边对外宣布已经找到了转世灵童，正在离拉萨数百公里远的山南措那生活和学习。不久，仓央嘉措才最终被迎请入住布达拉宫。公元1697年10月，14岁的仓央嘉措来到拉萨。此时，他已经不是一名平凡的少年，而是被赋予神圣使命的转世灵童。他将成为布达拉宫新的主人。巨大的立柱，庄严的殿堂，华丽的宝座，在世人眼中，这些都是崇高的荣耀，是无边佛法的救度。然而，对于仓央嘉措来说，这一切却如同一座巨大牢笼。在这金碧辉煌的背后，隐藏着他内心深深的孤独与无奈。在那东山顶上，升起皎洁的月亮，娇娘的脸蛋儿浮现在我的心上。每次读仓央嘉措的诗，我都会被他的才华和深情所打动。确实，在历世达赖喇嘛中，仓央嘉措的知名度是很高的。在西藏，仓央嘉措这个名字就如同常识般存在。而相对于六世达赖喇嘛的身份呢，人们更熟知的是诗人仓央嘉措。他是红宫建成后入住的第一位达赖喇嘛，这个宫殿呢就是他原来的寝宫。他明明可以是一个自由浪漫的诗人，却偏偏拥有西藏那么显赫的身份。第一，最好不相见，如此便可不相恋；第二，最好不相识，如此便可不相思。仓央嘉措高居神坛，又割舍不掉人间挚爱，他的许多诗句都表达了这种矛盾的心情。曾虑多情损繁行，入山又恐别倾城。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难怪他的诗总会让人感受到一种莫名的伤感和无奈。是，关于仓央嘉措，就像是谜一样的传奇。我很好奇，他作为格鲁派大活佛，为什么会创作这么多描写男女情爱的诗歌呢？
仓央嘉措在乡野中长大，在他的老家，部分宁玛派僧人可以结婚生子，但格鲁派却严格禁止僧人接近女色。这对14岁的仓央嘉措来说，无论在思维方式或是生活习惯上，都是巨大的挑战。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，到达布达拉宫后，他才发现自己不过是桑杰嘉措手中的一枚棋子，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。这个向往自由、渴望爱情的年轻人，突然之间只剩下青灯古佛。内心的苦闷激发了他诗的灵感，这是文学史的幸运，却是他本人的不幸。做俗人还是做活佛？看来仓央嘉措更倾向于前者。仓央嘉措的凡胎还没洗净就上位，难免情丝未断。当时他就任由摆布了吗？其实他当时也试图反抗。1702年6月，他在面见50班禅进行受戒的时候公然说不愿意接受比丘戒，但是他换来的却是更加严格的看管。尽管如此仓央嘉措依然我行我素。据说他时常乔装打扮，化名唐桑王婆，到宫外与情人幽会。仓央嘉措在八廓街认识一个姑娘，叫达瓦准玛，他们很快就相爱了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据说有一天下了一场大雪，有人顺着雪地上外出的脚印发现了这个秘密。仓央嘉措离经叛道的行为惹恼了桑杰嘉措，达瓦准玛因此消失了。1705年，桑杰嘉措与蒙古汗王拉藏汗之间的权力之争，最终引发了战争。拉藏汗是固始汗的曾孙，4年前继承了汗位，眼见大权旁落，心有不甘。最终，桑杰嘉措战败身亡。拉藏汗上书清政府，宣称仓央嘉措是桑杰嘉措扶持的假活佛，要治他的罪。不久，清政府下旨把仓央嘉措押送到北京。据说进京途中，他于青海湖边病故。仓央嘉措终归成了这场政治斗争当中的牺牲品。这一年，他24岁。民间流传仓央嘉措没有死，他被软禁于山西五台山。是，还有的说他游走在青海湖一带，过完余生。如果能远离政治权力与宗教的顶层，自由自在地过完他本来所向往的人生，这似乎是最好的结局，也是世间最希望的结局。是。通关仓央嘉措的人生我们就知道这些诗歌对于他来说的意义。仓央嘉措这些情歌流传了300多年，现在借助网络又火爆起来。据说那一首《那一天》还有《见与不见》也都是他的，非常火爆。你说的这2首都不是原作，现在网络上有不少讹传和改编。仓央嘉措的情歌究竟有多少首，目前还没有定论。有以口头形式流传的，有的是手抄本，有的是木刻本。另外呢，
有人认为仓央嘉措的诗不是情歌，而是道歌，他在借助情歌呀，表达他的理想追求。不论如何啊，能受到人们的热情追捧，这说明他在藏族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仓央嘉措的诗歌在他离世后依旧在世间流传，但他自己却再也回不到布达拉宫了。随着时局变化，他原来的寝宫有了新用途，被改成了佛殿，里面供奉着千尊无量寿佛，名字也改成了长寿乐极殿。现在只有仓央嘉措当年的法台宝座还留在这里，默默见证着那段短暂而迷离的往事。策万老师，我注意到一个细节。什么？这个宝座上的符号是万字符吗？内地的佛像的胸前都有这个符号。哦，这个符号在藏语中叫做雍中，是坚固、永恒的意思。对藏族而言，它表达了吉祥之意，是本教的象征，所以也可以称它为雍中吉祥符。佛教传入西藏后呢，这个符号也被广泛运用。那它和内地的万字符是一个概念吗？是一个概念，同样是吉祥的标志。不太了解佛教的人可能会对它产生误解。佛教认为这个符号象征着吉祥、万福和万寿。以前在中原地区，两种方向的写法都有，没有特定称谓。后来呢，武则天统一了写法，就是按顺时针方向旋转，并把它当做一个汉字，读作万。听说过武则天创制了一些汉字，没想到这个万字就是其中一个。布达拉宫里除了万字符，还有很多其他吉祥符号，像莲花、宝瓶、金鱼、宝伞、海螺、吉祥节、胜利床、法轮，这就是有名的巴瑞像。这些符号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，千百年来已经成为藏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同样，在藏族文化中，仓央嘉措也是一个重要的象征符号。尽管他的生平有很多争议，但作为六世达赖喇嘛，他依然受到人们的敬仰，被尊为上师。他的塑像就安放在长寿乐极殿旁的上师殿，在酥油灯前静静地接受着信众们虔诚的供奉。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，原来是对藏传佛教僧侣的一种尊称。哈巴是神殿的意思，所以上师殿在藏语里呢就是拉玛塔嘎。听名字就知道，这个殿供奉的都是格鲁派的重要人物。是的，而且他们的手印都是说法印，说明他们的身份特殊。是的。殿内呢以宗喀巴为主供，还有60到12世达赖喇嘛的塑像。
另外还有一尊白度母像，是观世音的化身，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吧。在宗喀巴左手边的这一尊呢，就是60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鎏金像，这也是他在布达拉宫唯一的一尊塑像。他头戴通忍冠，身穿格鲁派高僧的僧袍，是8岁的模样。宗喀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。公元1409年，他主持修建了格鲁派第一座寺庙甘丹寺，并在寺内传授佛法。他的弟子众多，最著名的有贾操杰和后来被追认为1世班禅的克珠杰。他们被尊称为师徒3尊。1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也是他的弟子之一。1419年，宗喀巴圆寂，他的遗骸被保存在灵塔，并安置于甘丹寺灵塔殿中。佛塔是来源于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，最开始是用来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火化后留下的舍利子。后来佛教传到西藏，也延续了这个传统，开始为高僧大德修建存放遗体或骨灰的塔。在藏族文化里，这是最隆重的葬礼形式，叫做灵塔葬。西藏有不同的殡葬习俗，有火葬、天葬、水葬、土葬和塔葬，但能实行塔葬的只有达赖或班禅等极少数大活佛。1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在哲西伦布寺，2世到4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在哲蚌寺，5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呢在布达拉宫。店里的这些上师们自然都是有资格拥有灵塔的吧？他们的灵塔也都在布达拉宫吗？对，但这里面呢只有1位没有灵塔，你猜猜看是哪位啊？6世达赖喇嘛。他在别的地方有灵塔吗？别的地方也没有。仓央嘉措是唯一一位没有灵塔的达赖喇嘛，原因刚才其实也说到了，他所受的争议啊，还有他下落不明。也是，总不能造个空塔吧？是。之前您说过，洪宫原本是为了安置5世达赖喇嘛的灵塔而修建的一座纪念性建筑，将后世的灵塔也供奉在这里，并修建单独的灵塔殿，势必会对建筑布局带来改变。那怎么克服他们对建筑结构带来的挑战呀？这还得从7世达赖喇嘛说起。走，他的灵塔殿就在上师殿旁边。1757年藏历2月3日，50岁的7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圆寂。为了彰显布达拉宫的特殊地位，经过讨论，大家决定在洪宫里面修建专门的灵塔殿。但选在哪里建，成了当时最要紧的事。根据7世达赖喇嘛灵塔志的记载，当时人们挑选了2个地方来供奉7世达赖喇嘛的灵塔。一个在5世达赖喇嘛灵塔殿的左侧，那里地基最结实；另一个
在红宫顶层，是七世达赖喇嘛生前住的寝宫。哪一个才是最合适的位置，还得用传统的10团占卜来决定。这里原本是七世达赖喇嘛生前住的地方，后来通过占卜确定了这个地方后，才改建成了灵塔殿。在做抉择很艰难的时候，把它交给天意，就不用纠结了。是的，占卜文化在西藏源远流长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，它已经融入到西藏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。人们通过占卜来抉择，不论是春耕秋收的农事，还是重大人生阶段，婚丧嫁娶，达赖喇嘛遇到了难以决断的问题，也会在护法神像的见证下进行占卜预示。具体是怎么进行的呢？藏族的占卜术种类很多，按格鲁派传统的仪轨主要靠10团占卜。方法是把黑白青稞和小麦分别包在分量同等的糌粑团中，然后呢放进木质容器中摇晃，晃出的糌粑团根据谷物的颜色或者种类来判断吉凶。过程可以理解，可是，在布达拉宫，在10几层的建筑空间内去改变承重结构，会带来无法预估的后果。这种宗教占卦怎么保证方案的可行性和建筑安全呀？理解。在占卜仪式举行之前呢，布达拉宫的首席工匠会率先进行实地考察，仔细研究出几个可行的方案，然后呢才通过占卜来确认最终用哪个方案。这也不是随便选选，而是实际考量和古老智慧结合起来，确保该扩建工程既尊重历史传统，又满足实际需要。公元1757年，600余名民工，500余名工匠，历时6个月，完成了七世达赖喇嘛灵塔和灵塔殿的建造。这也是修建红宫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扩建。在灵塔旁边有七世达赖喇嘛的中年像，他一生谨言慎行，大力弘扬佛法，佛学造诣很深。他恪守戒律，生活简朴，一年只换1套僧袍，深受僧俗百姓的爱戴。七世达赖喇嘛的灵塔是菩提塔的样式，这种塔是为纪念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佛而建的，也是最常见的灵塔样式，象征悟道而成正觉。塔座、塔身、塔刹是灵塔的3个组成部分，里面是木结构，外面裹着金皮。七世达赖喇嘛的灵塔用了498公斤黄金，塔面镶了近10000颗宝石，有金刚钻、红宝石、珍珠、祖母绿、红珊瑚、琥珀等等。塔里安放着七世达赖喇嘛的遗体，还有宗喀巴的牙舍利、噶举派创始人的古舍利等佛教圣物。
这个灵塔一看就很有藏式特点，是的，跟北京北海公园的那个白塔特别像。那个应该就是一座藏式佛塔吧？对对对，那是40班禅和50达赖喇嘛派到内地弘法的南无汉活佛，请求顺治皇帝安排修建的，这也是藏传佛教融入中原的延续。我小的时候就在那个白塔旁边生活，而且它现在已经是北京的一个地标了。DC 商业也就对佛塔的大小和造型进行了统一的规范。之后呢，西藏地区普遍遵循了这个标准，这也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藏塔有了一个相对统一的风格。就是藏式佛塔的这些独特的设计，它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？有啊，你看，在塔座的上方啊，一层一层像阶梯一样的部分，那是塔身的层级。它分5层，最下面一层叫做十善，象征佛教的基本道德，比如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等等等等。往上的部分叫4级层，象征佛教的基本教义，也就是苦集灭道4谛。塔刹的13法轮，象征佛教的13谛。塔顶上的日月，象征阴阳普照。哇，我听起来真的是肃然起敬了。这个灵塔看着感觉有3层楼那么高，我想这个殿在改建的时候面临的最大挑战应该是承重问题吧？对对对。为了稳固灵塔，灵塔殿底部增加了几根支撑立柱。除此之外呢，其实还有一个难题，就是在保留周边建筑布局不变的前提下，扩大原有寝宫的空间。这里面的难度啊和建筑结构的变化呢，借助数字技术，可能更容易理解吧。拆除原有建筑，从西北角的墙基开始向外扩建。新建的灵塔殿内部靠16根大柱子支撑，而部分区域悬挑在外。这样做就是为了完整保留旁边的圣观音殿。圣观音殿在红宫最高层的北边，最早是松赞干布在7世纪建的。这里是布达拉宫的主供殿，也是游客和佛教信徒必去的地方。殿门上挂着同治皇帝亲笔写的“福田妙果”匾额。殿里的佛龛供奉着藏语叫鲁格夏热的圣观音像，被视为松赞干布的本尊神，是布达拉宫的镇宫之宝，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。据西藏王统记记载，松赞干布派出的比丘，在印度和尼泊尔交界的大森林里，发现了一棵白旃檀树，树里有4尊观音像，传说是天然形成的。其中一尊被请到拉萨的红山，他亲眼见证了布达拉宫的兴衰。关于这尊圣观音像，还流传着不少传奇的故事。鲁古谢里最初一直供奉在圣观音殿。9世纪时，吐蕃地方政权覆灭了，布达拉宫在火灾和战乱中遭到破坏，这尊像就被移到了小昭寺。后来呢，西藏陷入长期的动荡与混战，但这尊观音像啊，一直受到大家的尊敬，没人敢动它。
香火也从来没有断过。直到17世纪初啊，格鲁派与藏巴汗斗争时，他流落到青海后不知去向。1000多年，在战争与和平中历经流转还能保存至今，真的堪称奇迹了。是的。那他后来是怎么回归布达拉宫的呢？说巧不巧，公元1645年藏历3月29日，就在五世达赖喇嘛为重建布达拉宫举行净地仪轨的前一天啊，固始汗的妃子达拉贡叶从康区东赫尔寺得到这尊圣观音像，并专门派人送到了拉萨。这是奇迹呀！是。流散外地多年的圣观音佛像，正好赶在举行净地仪轨之际送到，正是不谋而合，天赐机缘，吉祥圆满。在此以前的日子里，狂风不时大作，从当天起，晴空碧霄，连一丝微风都不曾吹起，红光四射，白云萦绕，美不胜收。贵贱人等都亲眼目睹花雨飘落绕，出现了奇异的瑞兆。为了迎接圣观音像，五世达赖喇嘛举办了一场隆重的仪式。布达拉宫的一幅壁画记录了当时的场景。拉萨民众身着盛装，手持贡品，迎接圣像归来。由于圣观音像在藏传佛教中地位特殊，为了让圣观音殿显得更加突出，人们重建时特意把地基抬高了大约1.6米。这样一来，大殿下面多出了一个封闭的暗层，圣观音殿也因此成为布达拉宫最高的殿堂。圣观音殿的地位这么高，肯定不只是因为那尊观音像吧？更多的是不是因为大家对观音文化的深厚信仰啊？对对对，其实从布达拉宫的名字就能看出来，观音信仰兴起于印度。《大唐西域记》也有详细的记载，里面就提到，观音道场在布德洛加山，位置大概在印度半岛的最南端，靠近斯里兰卡。随着佛教传入中国，观音信仰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。人们根据一些特殊的因缘，极力将一些名山塑造成观音道场。布德拉加是梵文的音译。拉萨红山在11世纪的文献里面开始被称作为布达拉，还有浙江的普陀山，名字都是这么来的。人们认为，当身处危难时，只要口念名号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观音就会现身前往救助。这样的佛教理念很容易让人找到安慰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观音信仰在唐朝就已经非常盛行。是的。在西藏呢，人们更注重的是诵念观音心咒唵嘛呢叭咪吽，也叫六字真言。这可能是你在西藏旅行途中可以看到的最多的文字。藏传佛教的信徒认为不断诵读六字真言可以消除灾难，积累功德。一个是寻求菩萨保佑，是的；一个是追求内心的平静。除了口诵之外呢，还可以制作转经筒，把六字真言的经文放到里面。
每转动一次，就相当于念了一遍经文。在信仰形式上面呢，西藏和内地有着明显的不同。我发现，在观音形象上，两地也有显著的差异。在内地啊，我们常见的观音形象是这个身坐莲台，手持净瓶和柳枝，是，很慈爱的那种女性形象，和圣观音像完全不同。是的。佛教呢，刚传入中国时，观音最初是男性形象。随着佛教与本土文化的这种融合和发展，观音的形象也慢慢变了。在中原呢，大家更喜欢观音的慈悲和善良，所以观音从魏晋时期的男性形象，慢慢变成唐宋时期的中性形象。到了明清啊，就完全变成了女性形象。而在西藏呢，人们更注重的是观音的这个庄重和神圣，所以无论是面部特征还是服饰，都充满了藏族文化的独特风格。圣观音像的两边各有一尊仿制的观音像。左边的观音像用檀香木雕的，制作于7世达赖喇嘛时期。右边的观音像是鎏金铜制，制作于8世达赖喇嘛时期。按照传统，人们会定期给圣观音像的脸和全身刷金粉，这是一种最高的礼敬方式。经年累月，加上头冠和法衣的装饰，现在已经很难看清圣像原来的样子，只能看出大概的轮廓。不过，在故宫的雨花阁里，还有另一尊仿制的观音像。这是公元1752年7世达赖喇嘛进献给乾隆皇帝的。透过它，我们仿佛能够穿越时空，窥见原作的许多细节。除了特别定制的佛衣，它几乎没有华丽的装饰，整体风格和印度、尼泊尔地区的造像十分相似。观音文化在中国真的很有影响力，它应该算是我们共同的一种文化记忆了。想当初啊，松赞干布在红山上供奉了观音像，后来呢，红山就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观音圣地。不得了，再到后来呢，5世达赖喇嘛重建了布达拉宫，让观音信仰在这里更加深入人心。圣观音殿不仅仅是一座建筑，更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，见证了藏族人民对慈悲、智慧和救度的虔诚追求。为了保护圣观音殿，通过高难度的改建呀、扩建，才建成7世达赖喇嘛灵塔殿。那8世达赖喇嘛灵塔殿，是不是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？前面就是8世达赖喇嘛的灵塔殿，我们先过去。1804年，8世达赖喇嘛江白嘉措在布达拉宫圆寂。第2年，人们为灵塔选址时认为，圣观音殿左侧整体稳固且较为宽敞，视为理想之地。在首席木匠认可后，通过卜卦进行再次确认，得出圣观音殿左侧为好的卦象。之后立即破土动工。这座灵塔同样是木结构，金皮包裹，镶嵌大量宝石。
塔内安放巴士达赖喇嘛的遗体，还有吐蕃第1代赞普聂赤赞普的一颗牙等珍贵文物。把几个灵塔殿建在一起，这是巧合还是特定的安排呢？首先呢，灵塔殿的位置肯定是要与整体的建筑布局相协调的。另外，灵塔殿不仅仅是纪念性的建筑，也是进行宗教仪式的重要场所。将它们建在一起，方便进行各种宗教活动和仪式，比如诵经啊、祈祷啊等等。继续往前吧。从执政到晚年，巴士达赖喇嘛对布达拉宫的改建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。在20多年里，他主持改造了3戒殿、弥勒殿、长寿乐极殿、无量寿佛殿等多个重要殿堂。这些工程不仅让布达拉宫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，也让红宫的内部布局更加复杂。但就在巴士达赖喇嘛灵塔殿落成后不久，这座宫殿又迎来了新的改建浪潮。1815年藏历3月，年仅11岁的九世达赖喇嘛隆多嘉措在布达拉宫圆寂。按照传统规制，他的灵塔殿选址定在了巴士达赖喇嘛灵塔殿东侧的寝宫。来，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，3位达赖喇嘛相继圆寂，人们在红宫顶层陆续修建了3座灵塔殿，安置灵塔。这对布达拉宫建筑的挑战是巨大的。对呀，灵塔都那么重，难以想象这得给整座宫殿的承重增加多少负担呀！红宫压力山大。是的。九世达赖喇嘛灵塔殿在红宫顶层东北角，到这里我们就已经绕着这层转了一圈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又回到了弥勒殿，回到红宫之旅的起点。是的，是的，你也看到了，北侧这边呢都改成灵塔殿了，已经没有可用空间了。后来10世达赖喇嘛灵塔殿的选址问题就变得非常棘手，他们选在了7世达赖喇嘛灵塔殿的南侧，也就是现在的上师殿。但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位置，因为这个殿下面是5世达赖喇嘛的灵塔殿，只有4根大柱托着。后来考虑到承重问题，人们不得不把灵塔拆到红宫底层5世达赖喇嘛灵塔殿里去，把原先的10世达赖喇嘛灵塔殿改成上师殿。他们太厉害了，听起来像是在挑战建筑学的极限。遗憾的是，从9世达赖喇嘛开始，接下来的3任达赖喇嘛也都相继早逝。短短的70年间，历史的车轮仿佛踏上了重复的轨迹。而此时的布达拉宫已受限于空间，没办法进行大规模的改建或扩建，来建造独立的灵塔殿。他们的灵塔只能被安放在其他现有殿堂里。从最初白宫的传统宗宝，到后来红宫的文化圣殿，布达拉宫的建筑内涵早已超出了当年修建的目的。
红宫的最高层曾是达赖喇嘛们的专用空间，是他们生前起居之所，圆寂之后的安息之地。日落孕育了黎明，死亡预示着新生，灵魂终归尘土，而大地在这万物生息中，不断托起文明的丰碑。之下如影，素有鲜花随行，心灵步履不停，汇聚悲喜的一生。蓝天白云作定，日月星辰燃灯，生命自在流经，存放世间的坦诚，烛火点亮着星空，深情的红，扎根于山的空，拨动心弦的呼唤，穿越时空，血雨的伤空，再起在风中，生之为人的一生，悲喜由衷。